这个男人好艳福，左手是事业有成的妻子，右手是美丽性感的情人，但他并不满足这样的现状。妻子事业有成，但也聪明过人，他似乎感觉到男人出轨了，要修改婚姻协议，意味着如果男人出轨离婚，将净身出户。于是男人决定兵行险招。这天，男人将一滴毒药滴进红酒里，递给了正在泡澡的妻子。他亲眼看着妻子喝下，转身离开。就这样，8小时后，妻子心脏病犯了，领盒饭下线了。以上就是西班牙悬疑片女尸谜案的部分情节。这个晚上，男人正在情人家里温存，这时突然接到警察打来电话，妻子的尸体竟然不见了。男人听了有些慌乱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怪事？到底是什么地方出现纰漏？男人喝了一口情人递来的酒，让自己镇定下来。他猜想警察没有理由怀疑自己，当下最重要的是立刻去配合调查。男人在警察局里强装镇定，而负责此案的警探也还未搞清楚情况。目前仅有的线索就是当晚停尸房保安慌张地逃出来，路上还被车撞了，陷入了昏迷。接着警察发现男人妻子的尸体不见了，因为众人猜想当晚停尸房一定发生什么。现在除了昏迷的保安，谁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那为何尸体凭空消失呢？只有2种可能，第一种就是妻子没死，只是陷入假死状态，苏醒后离开了；第二种就是有人偷出尸体，目的是阻止警方尸检。男人在警探面前出奇镇定，引起警方怀疑。等警察离开后，男人偷偷给情人打了一个电话，他想不通为何尸体会凭空消失，他让情人去医院看看保安的情况，打探消息。挂掉电话，男人迅速删掉通话记录，避免留下把柄。就在这时，警局突然停电了，男人听到停尸房传来巨响，于是壮着胆进去一看，原来放妻子尸体的那个柜里出现了一个铁盒子。男人好奇地打开一看，里面全是妻子案件的证物，而且里面竟然放着一个小药瓶。这个药瓶男人再熟悉不过了，那不就是自己毒死妻子的药吗？这种药物色无味，服用8小时后会让心脏停止跳动，而且尸检检不出任何毒物，就会被诊断为心脏病发。但是这个药瓶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明明已经处理了啊！男人紧张极了，一下不知该如何处理这个致命的证据。这时电恢复了，警探推门而入，男人紧张之下便将药瓶装进自己的裤口袋里。这时警察核对了证物清单，发现证物中的手机不见了，于是警探怀疑是男人拿走了，并搜了男人的身，手机没找到，却意外发现小药瓶。男人一时紧张，推脱是在实验室里随手装进口袋里的，但警察没那么傻，显然不相信男人的鬼话，并拿走的小药瓶去做化验。期间男人还接到情人的电话，他对警探谎称是妹妹的电话，之后找借口来到卫生间。男人惊魂未定，是谁将小药瓶放在那里？这个一定知道是他谋害妻子了，为何不直接举报他，而且还偷走妻子的尸体和手机呢？男人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时男人突然在卫生间的窗户上发现一封信，信里写着闭上眼睛跟我走，这句话可是在某个深夜里情人发给他的情话啊！男人再次紧张起来，毒药瓶已经被发现了，如果再被发现他出轨的事，那他就是第一嫌疑人了。男人吓得赶紧撕毁信封扔进马桶里，万万没想到马桶竟然是坏的，怎么都冲不下去。这时外面的警察不停地敲门催促，男人无奈捡起马桶里的纸吞了下去，但事情仍旧没有解决。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，先是主控室的时钟被人改成2012年3月20日，出口的密码锁也改成同一个日期，这个日期正是他与情人相识的纪念日。而他的妻子似乎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一次妻子突然来到他的视线时，若有若无地暗示他，男人又慌了。这些事情都在暗示着他出轨的事情，也似乎与妻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难道妻子尸体不是被偷，而是死而复生，正对他展开报复？男人越想越乱，脑子里突然闪过妻子正在背后死死地盯着他。这时隔壁的停尸房里又传来了手机铃声的音乐。男人又一次摸黑来到停尸房，他在一个裹尸袋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发现未接来电竟是妻子手机的电话。男人回拨过去，接电话的是一个服务员，称妻子的手机被遗落在餐厅里了。这家餐厅正是男人上次与妻子约会的地方。服务员说还在那里见过一个陌生男与妻子有过交集，而男人在与妻子约会时也见过这个陌生男。妻子当时称是请来的新律师，男人立刻让情人去查陌生男的来历，只有这样才能找出幕后之人。然而情人的回复让他陷入更大的恐慌，这个陌生男正是妻子请来搜集男人出轨证据的私家侦探。不仅如此，情人还收到匿名人送来的和盘，
里面正是男人出轨的照片及录音证据。这下男人更坚定妻子还活着，私家侦探是他的同伙，他们正在设计报复男人和他的情人。男人不舍情人牵连其中，于是让情人逃走。但没多久，男人发现情人失联了，男人心急如焚，想要冲出去救情人，但警探一拳将他打倒在地，阻止了他疯狂的行为。冷静下来的男人决定向警察坦白真相，毕竟妻子如果没死，那他就是谋杀未遂；如果真是妻子搞的鬼，他还能寻找警察的庇护。男人交代了出轨的事实，原来情人是男人的学生。其实男人出轨后，聪明的妻子早就有所察觉了，男人也陷入了两难。情人表示不离婚就分手，他享受情人给的温柔乡，但离婚他就得净身出户。为了拥有情人也能保全财产，他就想出了谋杀妻子的计策。原来进行得很顺利，直到妻子尸体突然消失，男人猜想一定是妻子发现了他的计划，将计就计，假装喝下毒酒，而那杯毒酒很可能妻子趁他不注意时偷偷调包，然后给自己注射镇定剂，进入假死状态。晚上他再伙同侦探逃离停尸房，这样就可以将杀妻与偷尸的罪名都安在男人的身上，所以妻子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。但警探的回答给男人当头一棒，原来昏迷的保安清醒了，并讲述了当晚他遇到的情景。那晚，保安听到停尸房有动静前去查看，这时突然发现男人妻子的尸体突然出现在电梯里，然而等电梯门再次打开时，尸体不见了。接着一个黑衣男出现了，朝他连开3枪，保安被吓破胆，赶紧逃跑，结果路上出现了车祸。另一边，警察在男人家里找到了手枪、面罩、运动鞋等相关证物，所以警探认为妻子并没有复活，是男人在杀死妻子后为阻止事件，铤而走险偷走尸体，在这个过程中被保安撞见开枪打伤保安，他才是幕后的真凶。但男人坚定自己是无辜的，不肯就范。这时他说情人可以为自己作证，然而警察来到男人给出的情人的地址，发现这里空无一人，而且整个屋子像是被闲置了很久一样。这时警察又去学校调查，发现这所学校里也没有这个学生，这更加坚定了警察们的猜想。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男人在故意混淆视听。另一边，警察们在森林里发现一具尸体，正是男人的妻子，而所有证据都指向了男人。男人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设计了，而那个人到底是谁呢？男人猜不到，他只想着逃跑，然而没跑多远，男人心脏突然剧痛摔倒在地。这时警探也追上来了，并说了句话：男人一懵，难道他也被下毒了？男人恐惧地看向警探，这时警探蹲下身跟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10年前，警探一家3口外出，路上遭遇车祸，妻子在这场车祸中不幸死去，当时的肇事车辆却逃逸了。但是当时警探处在悲痛时，并没能记住车牌。后来女儿想起了车辆上的吊坠，警探顺藤摸瓜找到了当年的肇事者，正是男人和他的妻子。于是警探和他的女儿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复仇计划。那个私家侦探也是他安排的，目的就是让男人以为妻子发现他出轨，他为了保住财产和美人，只能铤而走险杀妻。接男人的手杀掉妻子之后，警探又开始设计男人。妻子的尸体也是被警探偷的，手机是他拿的，药品也是他放的，包括那些暗示性的信封、被篡改的日期等等，目的是让男人以为妻子没死，进而让男人主动承认杀妻的犯罪事实，这样才能定男人的罪。当然，要完成这一切计划，需要一个前提，就是男人的出轨。这时警探为了让男人死得明白，拿出钱包，里面放着他女儿的照片，而这个人正是男人的情人。男人曾向情人吐露过自己最深处的秘密，这也更加证实了他们是10年前那场事故的肇事者。这时男人恍然大悟，原来昨晚男人喝下了情人递给他的一杯酒，男人的死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。不得不说，西班牙太会拍悬疑片了，结局反转让人目瞪口呆。虽然警探最终给妻子复仇了，但女儿却永远都要活在负罪感中，她成了复仇计划里的棋子，她才是这个局里最大的受害者。